普当选，中国突破美国，大院高墙的机会来喽！到底怎么看呢？今天带你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川普当选了之后，中国真的很紧张，是这样吗？当然，有的时候啊，人家常常在讲福祸相倚呀，你会觉得是祸，说不定是福哦。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从中南美洲的状况带您来看一看了哦。好，这很特别咯。首先呢，我们就带您来看到了，你说，这川普当选了，在最后选前呢，大家觉得好像川普呢这个当选的机会很高，对吧？于是乎，你就看到了，当年呢跟着拜登打造了一个所谓的抗中小圈圈，这些朋友圈们都开始做两手准备了。如果是贺锦丽当选，那当然很好啦，就继续下去。但是呢，万一川普呢，重返白宫，那怎么办？所以呢，这些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主要的国家都开始做自己的雨天备案。好，于是呢，我们就来看他们怎么个买保险啦。最主要就3个国家，当初呢，在这个拜登一声令下啊，高声一呼，然后全部跟上的是谁嘞？你看印度很开心嘛，对吧？印度说我要当世界工厂啊，所有以前你们投资中国的，现在可以投资我啊，等等等啊。然后呢，这个拜登举个小旗子，他就在后面巴拉的跟上去啦，对吧？这个印度做什么两手准备啊？川普都还没有选上。不是说这个中印边界呢，这个争议是寸土不让吗？突然间就让了，突然间呢就达成了协议啊，中印的边界我们就不吵了，我们就这个协议也很简单，突然有一天协议就达成了，你就觉得他们之前这个谈来谈去谈了10几20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原因就在于川普可能当选，川普说美国至上，川普说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美国优先，于是乎呢，你这种多边协议，你远在天边印太战略，川普可能懒得理哦，所以呢，这个不论盟友非盟友，川普一律通通都要说关税，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印度也蛮紧张的哦。印度呢，马上就跟中国呢，又签下了这个协议了，我们就不吵了，这个感觉买保险，买的很明显哦，买的正是时候。好，那除了印度之外呢，你看看日本，日本呢之前不是也是这个马上靠向拜登吗？对不对？我们这个美日同盟啊，对不对？我们对抗中国啊，对不对？这个中国，这个可恶啊，在这个地方这个狼子野心啊，看得很清楚啊。结果呢，在干嘛？日本啊，他们现在的首相是谁？石破茂。石破茂其实呢，在日本政坛一直有一个名称贴在他的头上，叫做知中派，就是呢，他很了解中国啊，很了解中国的人会做什么事呢？跟中国合作啊，所以你就看到石破茂呢，其实已经释出非常多的善意了，要跟中国呢好好坐下来谈经济怎么合作，谈呢这个中国很讨厌我们那个福岛的核水外泄事件，我们要怎么样来好好解决？所以呢，你就看到了日本跟中国就在川普当选之前，已经恢复了全面各层级的对话了。买保险买的正是时候。再来一个国家是英国，英国就妙了。英国呢，大家还记得在那个头发很乱的首相那个时候呢，不是跟中国麻吉，你是好朋友，我是好朋友，我们的经济都要靠中国吗？后来呢，你就发现了没有哦，这个英国呢偏到了美国去了。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脱欧了之后啊，本来打算要靠中国，后来发现靠美国好像比较实际，美国这个膀子比较粗，所以呢就通通靠向美国去了，加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包括奥克斯啊，跟澳洲联手啊，又是对抗中国啊，然后各种的还要派什么军舰来这个印太战略啊，我要加入美国等等啊。现在想想不对，川普当选了，这个膀子再粗，我靠不住啊！川普呢，可不是随便你靠上去他就 OK 的人啊。朋友啊，这个或者是敌手啊，全部啊一视同仁，只要你不是美国人，你就是我的对手。好，这个川普是这么看的。于是乎呢，你看到这个英国最近在干什么事啊？他们的外相叫拉米啊，这个访中啦，跑到中国来啦。然后呢，他们的首相说，我也很想见见习大大，想见见习主席啊。奇妙了，之前你不是把人家视之如敝屣吗？现在呢，买保险买的正是时候。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些国家他们都在提前避险。那当然呢，对中国来讲，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福祸相倚哦？就是呢，你会觉得川普当选了之后，好像对中国来讲会是一个好大好大的乌云，可能呢这中美的贸易战又要更升级，可能科技大战呢又会更严峻。
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这种所谓的买保险的国家都开始又靠过来了。这或许呢是在川普当选的一个缺点底下呢，对中国来讲可以松一口气，至少好像又找到了其他的一些。不能说朋友啦，至少是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川普风险的伙伴，都是受害者。好，只是呢，可能中国受害大一点，那你们这些国家可能小一点，但都是受害者。好，那于是呢，我们就来看看了，这是福祸相倚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啊，你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此路不通，你就非要撞得头破血流吗？你就知道美国很难搞，川普更难搞，你就非要跟他面对面，我要跟你扛吗？也不用嘛，你这路不通，我们换条路嘛。我们来看他换哪条路呢？你这个北美很难搞，我南美洲试试看嘛。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中国布局南美洲很长一段时间了哦。最近呢，这个 APEC 的领袖会议在秘鲁举行，刚好此时此刻跟大家谈秘鲁，因为呢，习近平主席要到秘鲁去。但是他到秘鲁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程，那就是呢，他要去一个港口剪彩。这个港口呢不得了了，一带一路的港口啊，一带一路呢，在这个美国看了很讨厌之后啊，你就觉得中国比较低调了哦，免得呢好像呢又踩你痛脚，让美国又生气，然后又要对我怎么样。所以一带一路呢有什么样重大建设很少听到了。但是现在又要告诉你，而且要剪彩了。这是在秘鲁，在他们的首都啊，利马的北方大约60到80公里左右，这个港口深水港。这个港呢，取一个很厉害的名字，叫做前凯港。就是有钱又是凯子的那个港哈，这个前凯港呢，一带一路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现在要正式的要这个剪彩，要正式的可以通港了。好，那这个港口呢，它厉害之处在哪里？讲它厉害之处之前，先来告诉大家它的地理位置。秘鲁在哪里？中南美洲、拉丁美洲呢，大约在西部这个地方，秘鲁。好，那秘鲁呢，南方是什么？长长的那个智利。那秘鲁的它的邻国呢，右边好大的一块。巴西。好，那这个港口就厉害了。好，我们首先看秘鲁，它出口什么？秘鲁呢是全世界第2大的铜的出口国，然后它种很多的玉米，然后它养很多的牛哦，这些都是中国会买的东西。所以呢，其实中国跟秘鲁的之间的贸易往来超过美国很久一段时间了。好，那现在这个港口就重要了。这个港口啊，重要之处在于未来所有的这些。拉丁美洲、南美洲的一些货物要运到中国，要运到东亚去，我不用再经过巴拿马运河了。过去有非常多重要的港口，比如说巴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产地，它有非常多的矿产。那它要运东西运到中国来，怎么个运法呢？它是在南美洲的东边这个地方，它的港口呢要开始往上开，开过巴拿马运河，然后一路向西边到东亚去。好，那这是一个好长好长的一段路啊。现在呢，直接不用经过巴拿马运河，从秘鲁的这个港口前凯港，有钱的凯子这个港，直接就运了。哎呀，太棒了！你知道可以节省多少的这个时间吗？可以节省20天在这个海面上的时间。而且巴拿马运河现在很难过嘛，对吗？有的时候这个枯水期你过不去啊，排队排很久。所以呢，现在甚至连巴西都看中了，巴西还要这个往北到巴拿马运河。不，巴西现在呢跟秘鲁说，我们来弄铁路好不好？我们弄一个铁路互联互通，所以以后呢，我巴西的农产我直接经由铁路送到你这个有钱的凯子港，我们就直接往中国去了。哇，我又省运费，我又省时间。太好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港口呢，就是习近平主席这次需要正式剪彩。那你就看到这个港口未来呢，将会是整个拉丁美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往外出去的一个枢纽港口。这个港口呢是谁负责建造的呢？谁花的钱呢？就是中国的央企中原海运它所建造起来的。好，那以后呢，这个深水港，哇，现在美国又要讲了，好，你看你这个深水港以后这个军港是不是？你军舰又要来了，你这个狼子野心是不是又要来这个染指我们家后花园？不管，但是呢，我们要带您看的是，美国其实的确有这样担心很久了。中国在南美洲啊，不断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这个发展，然后让很多的一个美国人觉得担心。像最近有一位美国的陆军的总司令，他是这个美国叫做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呢，顾名思义，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当然就是管南部，他的南美洲这些国家嘛，对吧？好，那这个南方司令部的司令这样讲，他说啊，他的辖区当中31个国家，有22个国家都签了“一带一路”的合约。他说，哦呀。
很紧张啊。然后呢，你还会觉得这个中国呢，在这个南美洲这个地方，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地区呢，它发展了非常多像港口啊，刚刚提到像前海港啊，另外他说连太空基地都有计划，甚至呢，它还有一些5G 网络哦，也在这个地方开始发展。所以呢，这个他就很紧张，他就觉得美国政府一定要好好正视这个问题。川普会不会正视不晓得，因为他是美国优先嘛，他可能会觉得这些南部司令关我什么屁事，对不对？你们这其他国家，哎，可能不理，不晓得，等他上任之后再来看。但美国的确有这样的忧虑。那我们就讲回来秘鲁了。过去大家会觉得，一带一路的计划呢，就是中国的大傻逼，然后就觉得谐音傻逼。花那么多钱，哎，不一定就是可以买得到人心。但是呢，在秘鲁不一样哦。在秘鲁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呢，这个中国撒的不仅仅是钱，它甚至呢，在这里已经买到很多人心，或者说不能说买，而是呢，这人心本来就站在中国这一方。为什么？因为秘鲁呢，它是在整个南美洲很特别哦，它的华裔人口特别多。很早很早，广东就有很多的人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找他们的这个出路。好，所以呢，都到这个地方来做工啊，他们就留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所以呢，现在在秘鲁哦，秘鲁是一个3300万人口的国家，那在这里呢，大约有250万到300万。都是华裔人口，而且这里很特别，他们这里呢，这个华人的文化呢还深植人心。每个人他只要有华裔血统，他都可以跟你说得出来，我的祖先是哪一年从中国来到秘鲁做什么事，他跟你讲得一清二楚。而且现在你有很多华人文化都深植在秘鲁的社会当中，比如说你到秘鲁去哈，你就讲中文就好了。你到秘鲁去你要吃饭，对不对？我们不会说秘鲁话怎么讲吃饭，不会讲，但是你就告诉他我要吃饭。他就懂了，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秘鲁，因为太多华人了，所以他们的这个中国餐厅就叫做吃饭，英文吃饭，他就这样翻译的。所以呢，你在街上大叫吃饭，所有人就会指给你看中餐厅在那里，就这么妙。所以呢，这个秘鲁啊，其实啊，在这个文化上其实也跟中国还蛮靠近的，心里很靠近。特别这一次呢，这个中国跟秘鲁要再签一个新版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哦，他们预计呢要把这个双边的贸易再往上翻个50%。好，那除了秘鲁之外呢，这边还有一个国家很有特色哦，盖亚纳，我们介绍过啊，盖亚纳呢是一个这个现在突然间出现在大家目光中的国家，它以前就是一个小国家，很小很小，在委内瑞拉旁边，但后来突然间有一天。在他们家外海发现油了，挖到油啊！我的妈，这老天爷赏饭吃啊！而且它的油多到他们说可能比委内瑞拉的产量还要多耶。那当然啦，这个盖亚纳，你就说美国看到这种好康会放过吗？不会。所以呢，现在在盖亚纳挖石油的是谁？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啊，这家美商公司开始在那边挖石油，但是你说哦，那盖亚纳就被美国给收买吗？没有，油是你在挖，但人心站在中国这一边。为什么？盖亚纳呢，同样有非常多华裔人口在这里，还甚至有一位华裔人士当过盖亚纳的总统，所以你就看到了，在这个盖亚纳，他们其实呢，这个华裔人口在这里也是发展很久哦。那这个中国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带一路国家，也在这个地方大兴土木，盖它的基础建设。所以呢，其实在盖亚纳的一个当地呢，也是有看到很多华人面孔。那他们当然呢，他们也政府啊，其实呢是心比较偏向中国的。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国家啊，你都是看到的，就是中国在这里长期经营。所以呢，这个有钱的当然是老大嘛，是不是这样？以前是美国钱多嘛，那现在这个中国钱也不少嘛，撒出去的也挺多的。所以你看到盖亚纳现在呢，跟中国的一个关系也挺密切。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啊，来跟大家谈的是尼加拉瓜。尼加拉瓜呢，它的一个这个新政权啊，就是奥蒂加政权，它是一个比较集权的政权。那比较集权的统治呢，当然就跟中国、俄国走得近哦。俄罗斯在这个地方花很多的力气，花很多的经费，然后帮忙它发展。那怎么发展呢？甚至还帮这个奥蒂加政府管他的人民，怎么个管法哦？他在尼加拉瓜呢设了一个所谓间谍站，什么叫间谍站？管他人民的。那他把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通信监控的系统全部都交给这个政府，然后呢，他就可以监控你们这些电话打来打去啊，讯息传来传去啊，全部政府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以教导这个政府怎么样控制你的讯息啊，然后怎么样啊，这个获取一些情报啊。俄罗斯在尼加拉瓜啊，现在可以说琢磨很深。那中国在这里呢，也很努力。大家还记得吗？之前中国他们的一个公安局啊，派了很多的教官到尼加拉瓜去，教尼加拉瓜他们当地的警察
怎么样维持秩序。那时候很多人说，哇，那你是要输出这种统治的手段吗？这个中国的公安教官到当地去教他们怎么样震爆，教他们怎么样操控无人机监视，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利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武术啊，还要教他们嘿嘿柔道、李小龙之类的。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些未来呢，这个中国的公安说他们还要跟这些南美洲的国家有进一步的公安方面、警察方面技术的交流，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呢，在这个尼加拉瓜，现在是中国、俄罗斯都在这个地方啊，帮助当地的政权在发展。所以呢，就有人这样分析说，中国现在呢，在川普上来了之后啊，当然呢是会有这个麻烦的地方，但是呢，或许也会有另外一条路，因为呢，川普带来的麻烦与世皆然，很多呢，人家说，这个敌人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对吧？是吧？所以呢，同样的敌人就是川普，那其他人是不是大家关系就会好一点了？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在川普的威胁底下生存、求生存、夹缝当求生存的国家，所以都是如此啦哈。不过呢，这个川普到底上任之后呢，会怎么个做法啊？现在有人这样说了，川普上来之后呢，一个经济学家分析，他说很可能他就是要让油价给压下去，这样叫做一举三得、一箭三雕。什么个做法呢？就是他说啊，如果只要用这个能源，然后主导全世界啊，于是乎呢，我把油价压下来，川普呢让大家挖页岩油，然后呢让这个石化燃料重新回到大家的目光，油价降下来了，这个通膨就降下来了，而且呢，油价降下来了，俄罗斯你就赚不到钱。俄罗斯呢，因为它钻油的设备非常老旧，所以呢，只要是油价在60块钱以下的话，它就亏钱。所以呢，如果美国大量开采页岩油、天然气的话，让俄罗斯赚不到钱，那俄罗斯你没钱你还打仗，不可能嘛。所以他就解决俄罗斯问题，解决自己通膨问题。同时间，他说我如果用化石燃料的话，我就解决了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买中国的这些绿色的相关的产品。那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很多的太阳能啊、风电啊、水电的设备啊、电池的设备都是跟中国买，这叫绿色供应链。那如果油很便宜的话，就没有人买你这样东西。所以呢，就有人这样分析，那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川普上任之后呢，可能会把油价压得低低的，然后同时间呢做到抗中，同时做到弱俄，同时呢也可以抗通膨。那川普真的会这样做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哦。不过呢，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整个这个局势变化真的会如现在大家觉得中国就倒大霉，那可不一定哦。我们还可以持续的看下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